跟好兄弟合伙跑运输，一年净赚197万，他竟只甩给了我10万。就这10万，你爱要不要？你个臭跑车的！我二话不说，拿钱就走，转头提了辆重卡，签下国企半个片区的合作单。如今他向我磕头认错，我却没有半分喜悦。哟，咱们的陆大车神回来了，外面挺冷吧？过来烤烤火。陈伯，快过年了，家里都等着，咱们对对账吧。全年总营收428万，刨除油费、过路费、车辆维修保养、全险，还有你在路上的吃喝拉撒，算下来净利润是197万整。按咱们当初说好的，我不要55分，哪怕是46或者37，我拿我该拿的那份技术入股和辛苦钱。林婉还在等我回去订婚庆公司。技术入补，辛苦钱。陆泽，你在车上是不是把脑子冻坏了？你什么意思？这张卡里有10万块，密码是6个8。你这一年确实辛苦，这10万块钱够你过个肥年了。拿了钱，赶紧回家抱老婆去吧。197万的净利润，你给我10万，嫌少？陆泽，你是不是真把自己当盘菜了？车是我全款买的，第一批货源是我拉来的。你不过就是个开车的司机。海南那次冷电机组坏了，是谁熬了48小时没合眼修好的？不是我。你那一车50万的海鲜全得烂在路上。青藏线刹车失灵，是谁拼了命把车撞在山体上才保住了你的底盘？陈伯，当初说合伙的时候，你可不是这副嘴脸。少他妈跟我翻旧账，打工就要有打工的觉悟。没有我给你提供这辆车，没有我这个平台，你连方向盘都摸不上。你信不信？只要我放句话，这物流园里有大把的司机抢着给我干，而且只要8000块一个月。陆泽，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你没资本就只能被我踩在脚底上。这10万块你爱要不要？不要，现在就滚蛋，1分钱都没有。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见过无数被黑心中介和无良车主逼急了的司机，他们愤怒，他们咆哮，他们砸东西，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被打进医院，或者被扣上寻衅滋事的帽子，连最后一点可怜的工钱都拿不到。你就这么拿了？你确定这账就这么结了，是吧？老子一口唾沫一个钉，就10万，多1分都没有。行，我知道了。陈伯，这10万买断了我们这几年的交情，这台车以后你自己找人开吧。口袋里的银行卡冰冷刺骨，我该怎么面对我爸妈？他们还看着我今年能拿回一大笔钱，把那套每逢下雨就漏水的老破小给换了。我又该怎么面对林婉？2年前我向她求婚，说等我赚到钱就给她一个完美的家，她等了我700多个日夜，换来的难道就是一句对不起？我被人坑了吗？听着屋内传出的笑声，还有林婉和我妈在厨房里忙碌的切菜声，我竟迟迟不敢敲开那扇门。这一刻，我承认我害怕了，我怕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怕听到他们的埋怨。陆泽，怎么不敲门啊？冻坏了吧？爸妈，陆泽回来了！快，洗手吃饭，正宗的猪肉大葱馅儿。看着这熟悉的一切，看着他们期盼的眼神，我怀里那张装着10万块钱的银行卡仿佛有1000斤重。我脱下满是血水的冲锋衣，深吸了一口气，坐在餐桌前。爸妈，婉婉，你们先别忙了，我有事儿跟你们说。怎么了？是不是路上出什么事了？这是今年的结校款，陈伯那边总利润是197万，但他只给了我这10万。他说车是他的，平台是他的，我只是个开车的。屋子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电视里春晚的热闹声显得格外刺耳。我做好了我爸拍桌子骂我窝囊的准备，我做好了我妈唉声叹气的准备，甚至做好了林婉红着眼问我婚礼怎么办的准备。因为这笔钱承载了我们家人整整1年的希望。人平平安安的回来了，比什么都强。100万买不来我儿子的命，这10万块钱能看清一个白眼狼，值了。这是我和你妈大半辈子的积蓄，一共22万，本来是留着给你们结婚买房付首付的，现在这钱你拿去，你想干什么，我们老两口绝不拦着。陆家的男人骨头不能软，不能给人当狗使唤。爸，还有我，这是我爸妈给我的18万嫁妆。陆泽，我是做财务的，我比谁都清楚你的能力，你手里的路线图，你对全国物流网的了解，你修车的技术，这些才是最核心的资产。陈伯没有你，他的车就是一堆废铁。你的10万，我爸妈的18万，加上咱爸妈的22万，一共50万。陆泽，忍够了，就不用再忍了。这50万足够我们去付一台顶配冷链重卡的首付。从今天起，我们自己干，我们自己当老板。爸妈，婉婉，我向你们保证，这笔钱我绝不会打水漂。陈伯欠我的，
我会连本带利、堂堂正正的拿回来。大年初六，我揣着刚刚凑齐的50万，缓缓推开了 4S 店明亮的玻璃大门。大厅里停着一排排崭新的重卡，犹如蓄势待发的钢铁巨兽。我目光瞬间锁定了在了中央的庞然大物上，这是今年最新款的雷霆900顶配冷运重卡，这是我跟陈博跑车时眼馋了整整1年的梦中情车。方问一下，这台雷霆900顶配加挂箱现在有现车吗？现车是有，不过这台是全场最贵的顶配，裸车加挂办下来快90万了。兄弟，买重卡可不是买白菜，那边有15万包表的二手基础款，你要不要去那边看看？大清早的，首付都凑不进就来看顶配，闲的。我刚想把怀里的银行卡拍在桌上，我的老旧智能机突然响了，是陈博打来的。我面无表情地按下了接听，顺势打开了免提。陆泽，听说你今天一大早跑去重卡 4S 店了，怎么拿着我施舍给你的那10万块钱，想去买个车轱辘啊？别在那儿丢人现眼了，在咱们这地界没有我点头，你就算买了车也一单货都接不到。现在马上滚回来给我车，我心情好，1个月给你开8000的底薪，总比你去喝西北风强吧？所有人都觉得我就是一个买不起车的穷光蛋。我盯着免提的电话，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听见没？整个市区的物流园、货源全捏在我陈博的手里。你现在给我低头认个错，回来老老实实给我开车。昨天的10万，就算我赏你的买命钱，不然你就在这4-9城里的饿死吧。陈博，那8000块钱底薪，你还是留着给自己买点补脑药吧。以后我的车，别来沾边。兄弟，戏演完了吗？演完了就赶紧走，别耽误我做生意。对面有家二手电瓶车店，估计那儿的老板能给你打个9折。你干什么？这是我8年的行车吊账，里面记录了全国37个大型果蔬基地、高端海鲜冷链仓库的直接源头对接人电话。这是我的 A2 驾照复印件，8年150万公里，零事故，零违章，零货损。这是银行昨天刚给我批下来的第一例货运专项贷款批复函，额度40万。这5张卡里一共有50万现金。展厅中间那台雷霆900顶配版，加装原厂德国温控冷链挂箱，全款86万，今天签合同，首付50万一把刷清，剩下的36万走这笔3年期低息贷款。今天下午我就要提车上牌。他应该怎么也想不到，一个穿着旧冲锋衣，刚才还在电话里被人骂成狗的穷小子，竟然连废话都没有一句，直接甩出了50万现金和银行的文件吧。怎么嫌钱烫手，不会办业务？如果这单你接不住，叫你们经理出来。接得住，接得住。陆先生是吧？您坐，您快请坐。陆老板，我是这里的销售总监王强。您真是真人不露相啊！那台雷霆900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来人，赶紧给陆老板泡我们最好的大红袍。且走，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拿购车合同和 POS 机？瞎了你的狗眼！陈博，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刚刚开始。大哥，你看陆泽那傻圈，买了个近100万的车有个屁用，在咱们物流园停了3天了，连一车烂牌菜都没拉到。我早就放过话了，在这个物流园，谁敢给陆泽派单，就是跟我陈博过不去。我手底下的20辆车立马从他信息部撤走，你们看着吧，不出1个星期，光是银行的贷款就能把那小子逼得上吊。这3天我确实没有接到一单货，我以前相熟的几个信息部老板，甚至连我的电话都不敢接。陆泽，他们都在外面看咱们笑话呢。怎么落路大车神在这儿趴窝趴不住了，准备空车出去兜风啊？你知道这车一脚油门下去要烧掉多少钱吗？空车跑，你是在给自己放血。陈博，你在这个破物流园里当个山霸王，就真以为自己掌握了全中国的货运命脉吗？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池塘太小，养不住真龙。我们去哪儿？去云南。
昆明果蔬基地。陈伯能封杀本地的中介，但他封杀不了源头的货主。这3天我没接单，不是接不到，而是在等。等什么？等这场10年不遇的暴雪封路。现在只有我的车能走那条线，我们要越过所有的中间商，直接去源头，把桌子掀了。陆泽，你怎么跑这儿来了？陈伯没提前跟我打招呼说换你跑这趟线啊？张总，我跟陈伯分道扬镳了。我走上前，将笔记本放在桌子上。单干了。陆泽，我知道你开车靠谱，但陈伯在你们那边的物流网势力不小。我如果越过中介直接把单子包给你，这是坏了行规啊！行规是用来保利润的，不是用来坑货主的。陈伯抽你30%中介费，但他派给你的车都是些什么质量？上个月你发往上海的那一车阳光玫瑰，陈伯手底下的司机为了省点油钱，中途关了4个小时的冷气。到了地方，葡萄软烂了多少？你贴了多少违约金？你心里最清楚。张总的脸色瞬间变了，显然是被戳中了痛处。张总，陆泽这8年给您拉了100多档绿通，零货损零超时。这台新车配的是全进口的独立稳控机组，只要您点的货，我们按源头直发价结。坏1箱我赔10箱，晚1分钟我倒贴运费。前12个小时一切顺利，但当我们驶入湖南境内时，天色骤变，鹅毛般的大雪铺天盖地的砸下来，能见度不足30米，狂风呼啸的卷起地上的积雪，打在挡风玻璃上发出啪啪闷响。距离张总规定的时间只剩不到12小时了，一旦堵死在路上，陆泽出事了！100年不遇的特大暴雪，京港澳高速湖南段圈线封闭了。导航显示，所有的备选省道和国道也全部变成了暗红色，到处都在连环追尾，其实最快也要拥堵12个小时。陆泽，我们时间卡得很死，只剩下10分钟的容错率了，再不走，这趟单子我们就要赔得倾家荡产了。我看着车窗外那个在风雪中绝望磕头的同行，脑海中猛地闪过5年前我在青海无人区爆胎时那个在绝望中等死的自己。我解开安全带，一把推开了驾驶室的门，零下10几度的狂风夹杂着冰碴子，瞬间像刀片一般割在我的脸上。陆泽，时间，我跟你一起下去。走近了才发现，那是个50多岁的老司机。兄弟帮忙！我拉的是一车生鲜肉，冷机刚刚也出毛病了，这备胎也是坏的，附近维修店要8000块钱，还得等4个小时才能来。我儿子还在医院等着这笔运费交手术费啊！求求你帮忙！我的时间极其宝贵，容错率只剩不到10分钟，一旦耽搁，张总那30吨娇贵的车厘子就会全部砸在我手里，不仅车费全无，天价违约金会让我瞬间倾家荡产，陈伯也会彻底将我踩死在烂泥里。但在长途货运这条道上，见死不救是要遭报应的。5年前在青海无人区，如果不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卡友扔给我半桶柴油，我早已变成一堆骸骨了。婉，把我车底下的原厂备胎卸下来，拿我的气动粘酒顶和风炮。明白。兄弟，这是新胎啊，我没那么多钱买你的新胎。废什么话，搭把手。胎换好了，这瓶防困药和这壶热水你拿着，前面还有30公里下坡暗冰，挂低档，别踩死刹车，赶紧走。兄弟，大恩大德，你叫什么名字？我给你转钱。我叫陆泽，钱留着给孩子占病，赶紧送货。陆泽，我们整整耽误了25分钟，现在除非车子长翅膀，否则绝对赶不到新发道了。坐稳了，这台车的心脏现在才刚要开始跳。老张，别等了，京港澳大雪封路，新闻都报了，你那满一车车厘子，这会儿估计连湖南都没出呢。是啊，老张，这回你损失可大了，太可惜了。张总，30吨精品车厘子，距离你的最后期限提前了整整2个小时，验货吧。零货损，连包装盒都没瘪一个，温度控制的堪称完美。陆泽，你他妈是个神仙，双倍运费，这是你应得的。从今天起，云南这条绿通线，我只认你陆泽的车。第一站我赢了，而且赢得极其漂亮。兄弟们，昨晚在湖南界，100年不遇的暴雪，我老王爆胎困在山沟里，差一点就交代了。是这位叫陆泽的兄弟耽误了他自己的急单，把全新的备胎送给了我，他1分钱没要。我老王跑了30年车，手里握着全国17个省的绿运冷链和高端普货源头。今天我话放在这儿，从今往后，陆泽兄弟的车走到哪儿，哪里的源头货就无条件向他敞开，谁敢让他空车回去，就是打我老王的脸。陈波想用本地的垄断逼死我，却没想到我一次雪中的善念，直接换来了一张横跨大半个中国的顶级情报网。你说什么？老大，千真万确，陆泽不仅把车厘子提前送到了，老张还当场跟他签了全年的独家直发合同，而且不知道他用了什么邪门手段，现在全国各地的源头大货主都在主动联系他派单，想翻身，想越过我陈伯吃独食。陆泽，这是你逼我的。喂，刘所长吗？是我，老陈。对，有点小事麻烦您。明天上午，陆泽的车会拉一车极品海鲜路过你那边。
我不管他的车多重，你必须给我在地偿上动手脚，判他个严重超载，直接扣车，逼他卸货转运。我要让他那一车海鲜全烂在太阳底下，我要让他倾家荡产，永不翻身。我的雷霆900拉着满满一车价值200万的极品鲜活海鲜，平稳地向前行驶。冷链机组发出低沉的轰鸣，将车厢死死控温在零上3度。前方3公里是必经的监测点。陆泽，绿灯变横了，我们明明是标准承重，他们怎么拉闸了？因为有人不想让我们过去。熄火，下车，上地磅。同志，我们这车拉的是鲜活海鲜，绿群货物，装车时严格遵守国家标准，绝对没有超限。少废话，超没超限是你了算还是地磅说了算？开上去。好家伙，6轴车，限重49吨，你这车直接跑到了64吨，超赞15吨，严重超限，罚款6万，扣6分。马上把车开到后院去，强行卸货转运。你胡说！我们装车的时候全程录像，连车带货总重绝对不超过48.5吨，你们的地磅有问题。小丫头片子，这儿轮得到你说话吗？我的地磅是昨天刚校验的，我说你超了，你就是超了。卸货转运，这35度的高温，只要保温箱一落地，不到半个小时海鲜就都死了。这根本不是罚款，而是想弄死我。不用猜了，是陈伯打过招呼了吧？小子，看来你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有人花了大价钱买你的命门，让我好好关照关照你。今天这车海鲜，你就是说破大天，也得给我烂在这个院子里，乖乖认栽吧。在他们眼里，大车司机就是摇钱树，遇到这种故意刁难的，除了认栽，根本没有任何办法。但我可不是他们。有人花了大价钱买你的命门，让我好好关照关照你。今天这车海鲜，你就是说破大天，也得给我烂在这个院子里。你他妈敢阴我！把手机给我！你动我一下试试！都别动！第一份文件是今天凌晨在湛江港国企冷库出库时的官方红头过磅单，上面有官方的认可，总重48.4吨。第二份证据，我的车上装有6个高清广角摄像头，从湛江港到这里全程6个小时，车门和挂箱上的铅封完好无损，行车记录仪1秒钟都没有断过，证明我中途绝对没有加装过任何1辆货物。而你们的地磅凭空给我变出了15吨，这是违规调教计量器器。你少拿这些东西吓唬我，在我的地盘，我就是规矩。来人，给我强行卸车！你可以试试。就在3分钟前，我已经把刚才的录音、所有的红头过磅单均以及行车记录仪的未剪辑视频同步打包发送到了官方邮箱，同时我还拨打了热线，算算时间，他们应该快到了。工作人员瞬间瘫坐在地上，脸色瞬间惨白如纸。雷爷，美国，把这里的负责人控制起来，封存地上后台数据，全面彻查。你就是实名举报的陆泽同志吧？感谢你提供的铁证。这颗行业毒瘤，我们今天连根拔起，完全合规。啤酒肚瞬间被拿下，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不仅如此，他们之前的流水被当场查获，陈伯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不仅保住了200万的货，更是斩获了陈伯的黑手。你说什么？他本想弄死我，却没想到被我用绝对合规的手段反向掀了他的桌子。他在圈内瞬间失去了信誉，之前的大手也被连根拔起。陈伯慌了，这是他在这行混了10年，第一次这么近的面对孔雀。你就是那个单枪匹马端了陈伯的陆泽？我是，老板有何贵干？我手里有一批刚刚靠岸的特殊进口货物，需要从深圳运到北京。我要借你这台全中国最靠谱的车，还有你这个人，运费200万现金，一趟的钱够你跑3年。只有一个小小的条件，这批货不能走大路。只要我点点头，这笔普通卡车司机跑断腿干3年都挣不到的巨款，就能立刻进入口袋。陆泽，我查过你的底，从陈伯那里出来，你背着30多万的贷款，这200万只是定金。只要你今晚把车头调向深圳，绕开官方的几道口子，到了北京还有200万尾款。老板，钱是好东西，但我陆泽挣的都是能在太阳底下花的干净钱，嫌少还是嫌风险大？你连那个破站点都敢掀，难道不敢接我这单富贵险中求的生意？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这是底线。我的车每一颗螺丝都是干净的，绕开官方的地方，不管你拉的是什么，只要上了我的车，我就上了你的贼船。这种断脊梁骨的钱我不挣，你找错人了。
您好，我在北京6环外 XX 服务区，车牌号京 A， 有人试图高价雇佣重卡，进行不正当行为。退下。陆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这个人太反常了。陆泽先生是吗？我是国家远洋冷链集团的总裁办秘书，我们董事长想请您来总部大厦喝杯茶。我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冲锋衣，推开大门，里面正是那个昨晚的那个老板，只是此刻他没有抽雪茄，而是穿着极其正式的西装。重新认识一下，国冷集团董事长赵建国。陆泽，昨晚多有得罪，但如果不设这么大一个局，我还真试不出你的骨子有多硬。昨晚的事情是一场测试。没错，国冷集团作为国内最大的国企冷链龙头，每年承运上百亿的进口极品海鲜和医药冷链。我们调查了你很久，8年零事故零货损，云南源头直签的极高信誉。而昨晚那400万现金的诱惑，是你最后的服从性测试。你不仅拒了，还当场举报了我。陆泽，你通过了。这份合同是国冷集团华北华南片区所有的顶尖冷链运输业务，全部独家外包给你。从今天起，我陆泽彻底告别了底层散户的泥潭，一跃成为了官方的合伙人。而此时的陈博已经彻底疯了，他后面的人倒了后，陈博名下的账户被全面冻结。昔日在物流园呼风唤雨的他，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公司也濒临破产。老陈，听说你缺钱，我手里有一批顶计划，只要你敢用你剩下的最后一台车，我给你100万现金，干不敢干？干？为什么不干？负责那个假清高的王八蛋不肯接的单，老子来接。等老子拿了这100万东山再起，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陆泽，你真以为你赢了？老子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马无夜草不肥。等老子拉完这趟肥差，拿现金砸死你！自作孽不可活。岁月催人老，风月花鸟一笑尘缘。陆泽，楼下有人找你。入水如一池青蛙，难无分红霞，采竹回家，悠悠风月。陆泽，陆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借我点钱交罚款，不然我就得在里面待10年啊！你现在是大老板了，你大人有大量，把我当个屁放了吧！他曾经最看不起的散户司机们，此刻正用看垃圾一样的眼神围观着他。陆泽，陆哥，我把车队剩下的2台破车都抵给你，你借我50万交罚款吧，我不想在里面待着。我微微后退半步，躲开了他那双沾满泥污的手。陆泽兄弟，别管他，这种吸咱们卡友血的畜生，就该让他在里面蹲一辈子。对，不能借。这王八蛋坑我们运费的时候，可没眨过眼。所有人都以为我会一脚把陈博踹开，或者趁机狠狠羞辱他一顿，把当年那10万块买断交情的恶气彻底除干净。但我没有，我静静地看着地上的陈博，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得意，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极其可怕的宁静。陈博，你觉得我缺你那2台破车吗？我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大厅。陈博的动作僵住了，他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绝望的恐惧。你求我也没用，你触碰的是底线，就算我给你1000万，也买不回你的自由。这是你这几年克扣司机运费的明细，一共127笔，这是你用黑手段逼迫货主签霸王条款的证据，还有你为了抢生意恶意举报同行超载的录音。陈博，我要摧毁你，根本不需要用那些下三滥的手段。你不是一直信奉弱肉强食吗？现在你就是那块最弱的肉。此时的陈博像滩烂泥一般倒在地上。你想要钱交罚金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把你的房子、车子，还有你老婆名下那些见不得光的资产全部变卖，把你这些年黑掉的所有司机的运费一分不少的退还给他们。每一个被你坑过的人，你都要亲自上门鞠躬道歉。好样的，这才是咱们卡友的爷们儿。这种不带一个脏字的言语，比打断他的腿还要痛苦100倍。我要扒下他最后遮羞布，让他把吃进去的血汗钱连本带利的吐出来，让他在这座城市、这个行业永远抬不起头。陈博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他知道他这辈子玩完了。接下来的半个月，陈博成了整个物流圈最大的笑话。他卖掉了别墅，开着一辆破面包，挨个给曾经的车友们退钱。鞠躬，
最后他也进去了。而我的泽远物流运输集团则借着国冷集团的东风一路狂飙，有了绿灯，我的车队在高速上畅通无阻。短短半年时间，我从一台雷霆900扩充到了拥有30台顶级重卡的重型车队。我首创的福利模式彻底打破了行业的记录，全国最顶尖的驾驶人挤破了头都想进我的车队。我的账户每天都在以极其恐怖的数字翻滚。我给爸妈换了大平层，给林婉买了一枚钻戒，一切都在向着最完美的方向发展，直到那个黑色的星期五。紧急插播一条天新闻：受事极端广方某省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目前灾区交通、通信、电力全面中断，急需大量抗洪抢险物资和生活必需品。浑浊的洪水中漂浮着汽车和房屋的残骸，不少灾民正绝望地等待救援。陆泽，这是国冷集团刚刚发来的紧急传真，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紧急调破了30吨特效抗素和50吨速食干粮，要求国冷集团在48小时内务必送达重灾区最核心的几个县城。但是灾区现在的路况极其恶劣，国道全部被淹，泥石流随时可能发生，粮断裂，当地的物流公司已经全部瘫痪了。国冷集团问我们泽远车队能不能接这个单，如果接不了，他们只去协调军用直升机了，但运力远远不够。告诉国冷集团，这单我们接了，30台重卡全员备勤。陆泽，你疯了！你去接这种单？你知道重灾区现在是什么情况吗？去了就是送死啊！车要是被洪水卷走，几千万的资产瞬间泡汤。就算人没事，只要货物在那种极端环境下有损耗，你这刚建立起来的口碑就彻底砸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傻子才去干。你现在身价过亿，犯不着去拼命啊！所有泽远车队的驾驶员，我是陆泽，立刻放下手里所有的商业订单，马上回总部集结。我们要去重灾区。随后，我便对着车队所有成员发号写了命令。张老板，我陆泽是从底层爬出来的，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国家这条公路给我的。现在国家有难，同胞有难，你让我为了那点几千万的资产缩在后面当乌龟，我告诉你，就算这次把泽远集团这半年赚的钱全赔光，就算把这30台重卡全填进洪水里，这趟线我也跑定了。他看着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又仿佛看到了个英雄。半小时后，泽源集团总部的操场上，30辆雷霆900整齐列队，犹如30台准备出征的钢铁巨兽。出发！30辆重卡满载着救命的物资，拉响了凄厉的汽笛声，如同一把利剑刺破了城市的喧嚣，毫不犹豫地向着那片最危险的死地狂飙而去。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逆行。此时的雨刮器已经开到了最高档，却依然刮不进挡风玻璃上，如同瀑布般砸下的暴雨。曾经宽阔的国道，此刻已经被浑浊的泥水彻底淹没，水面上漂浮着连根拔起的树木、残破的家具，甚至是淹死的牲畜。陆哥，前面的水已经没过半个轮胎了，再往前开，一旦进气管呛水，发动机当场报废。我们车上拉的是30吨的特效抗素，晚到1小时，灾区就得多死上100人。挂低速档，稳住油门，绝不能停。全车队跟紧我的车辙印，冲过去。4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抵达了中转站。开阔的场地中，大量的帐篷、急救包、口粮或药品被防水布覆盖，在风雨中显得有些不稳。场地边缘有许多神情急切的人员。现在天气条件太差，飞行器难以操作，通往核心区域的路段出现多处障碍，车辆无法顺利通行，物资运用受阻，区域内群众的物资保障面临困难。去周边市调重卡，不管花多少钱，必须把重卡给我调过来。调了，但听说路况太险，很多榴莲公司怕折了车，都借口说没司机，根本调不动啊。泽远物流集团30台顶配重卡满勤满编，只要水没淹过驾驶室，青石县的物资我们包了。同志，你们这是雪中送炭啊！运费国家一定按最高标准补贴。不要运费，我们是来救命的，不是来发国难财的。马上装车，马上装车！30辆车杯水车薪，面对几万名被困群众，这些物资连塞牙缝都不够。指挥员，最少还需要多少台重卡？最少还需要200台，而且要在今晚洪峰过境前冲进去，否则就全完了。兄弟们，我是陆泽，我现在就在南方特大洪灾的前线中转站，核心灾区几万同胞断粮断药，轻型车进不去，急需大马力重卡冲卡。我陆泽不道德绑架任何人，因为这趟线不仅没有1分钱运费，搞不好连人带车全得填进洪水里。但是如果你们谁恰还在附近，如果你们谁的车子够硬骨头更硬，请来前线帮我一把。让普通卡车司机冒着倾家荡产甚至送命的风险来免费拉货，这几乎是天方夜谭。陆泽兄弟，半年前湖南暴雪，你拿全新的备胎救了我的命，我老王现在离你200公里，空车，我这就把车头调过来，命是你给的，今天大不了一起还给老天爷。山东鲁 A 刚卸完货，离你150公里，正在掉头，算我一个。东北黑 C 车上有挂箱，干他娘的，马上到。广东粤 B 重卡车队15台，全员集结完毕，距离300。什么叫一呼百应？什么叫义薄云天？泽远物流陆泽，奉命集结！
全国卡友联盟奉命集结！那一天，灾区的老百姓看到了一生难忘的画面，然而我的公司却濒临倒闭。陆泽，公司的账上只剩下不到10万块钱了。这次半个月的免费救援，我们不仅垫付了全部的邮费和过路费，30台重卡有10台发动机严重进水需要大修，再加上给司机的3倍工资和修车费，我们的资金链断了。周导在这个城市手眼通天，曾经陈伯在他眼里连个屁都不是。陆老板，听说你为了当英雄，把底裤都赔穿了，连下个月的油钱都掏不出来了。周董，您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商人嘛，在商言商。陆泽，你的泽远集团马上就要破产清算了，我现在给你一条活路，我出1000万，全盘收购你的车队和你在国冷集团的合同，以后你来我手下当个车队长。周董，1000万就想吃掉我？哼，你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要么卖给我，要么明天银行上门封车。周导，1000万就想吃掉我？陆泽，你在跟我装什么大尾巴狼？你的底细我摸得一清二楚。30台重卡趴亡了10台，账上连给司机发底薪的钱都凑不齐。1000万买你这个空壳子，和国冷集团的合同，我已经是在做慈善了。周董，你是个精明的商人，但你的眼睛只盯在了那几台破铁皮上。天下物流园占地3000亩，是本市最大，但你现在的商铺空置率高达40%。为什么？因为像陈伯那样的黑心中介把名声搞臭了，外地的源头货根本不敢往你这里发。而我陆泽手里现在捏着全国17个省300多个大型果蔬、海鲜、捕获源头基地的绝对信任。只要我一句话，全国上万台重卡会把货拉到我指定的任何一个地方。空口无白牙，画大饼谁不会？你现在连油则没有，拿什么挣？说不定。陆泽，好小子，你带队冲进青石县灾区的视频，最高层都看到了。国家绝不会让暴残烈火的英雄流血又流泪。陆泽同志，这是国家防汛指挥部特批的救援补偿金，所有损耗按原价全额报销，外加300万特殊贡献奖。另外，这本全国劳动模范的证书是你应得的。国冷集团董事会全票通过，将未来10年的全国核心冷链干线全权交由泽远物流独家调度，预付款2000万，下午就到账。他引以为傲的压制，在官方的认可和顶级资源的倾注面前，瞬间变成了笑话。周董，现在我们再来谈谈生意，我不要你的1000万。我要你天下物流园未来10年的独家运营权。什么？你出场地，我出全国资源和车队，物流园的招商、管理、调度，我全盘接手，利润我们3-7分，你3，我7，3个月内我让天下物流下无吞吐量翻3倍，敢不敢赌？陆泽，你他妈真是个疯子！行，我签。一场危机被我直接转化为登顶物流界王座的最后一块拼图。拿下天下物流园的运营权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分钱，也不是买跑车。兄弟们，我陆泽能有今天，是大家伙拼着命拖起来的。今天，我宣布，泽远集团拿出2000万现金，正式成立全国卡友互助基金会。以后，凡是在路上出了事故的兄弟，基金会提供免费法律援务；生了重病交不起手术费的，基金会托底；被黑心老板拖欠运费的，基金会先垫付，我们出律师帮你把钱要回来。在长途化运这条道上，从今往后，咱们卡友不再是任人宰割的散户，咱们有家了。也就是这一天，我的名字彻底成了100万卡友心中的无冕之王。半年后，婚礼如约而至，我和林婉在老家低调地举办了婚礼。没成想，我们竟低估了100万卡友的热情。陆泽兄弟，新婚快乐！兄弟们，今天就算停工1天，也得来喝这杯喜酒。我们给你撑场子来了！我这个在零下20度冰天雪地里修车都没掉过一滴眼泪的糙汉子，这一刻眼泪夺眶而出。悠悠风来，白衣的伞。陆总您好，您现在已经是身价数十亿的物流大亨，
彻底完成了从底层司机到企业家的逆袭。很多观众都很好奇，您现在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是让泽远集团上市吗？上市，那只是账面上的数字，我没那么大的野心。我的征途从来都不是为了当多大的老板，或者去击垮谁。我的征途是这车轮滚滚向前，是每一趟货都能平安送达，是每一个握着方向盘的卡友都能挺直腰板赚钱，都能全虚全胃的回家。人间烟火就是我陆泽的终极答案。